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5日出席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为应邀与会的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领导人、有关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等举行欢迎宴会和相关双边活动。 应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对俄罗斯展开访问。此次访问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不仅巩固了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更在多个新领域开启了合作大门。2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两国元首2度会晤，为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擘画新的蓝图，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不断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协调，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合作，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普京请李强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 同日，李强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会晤中，双方一致认为，中俄两国务实合作优势互补，潜力巨大。双方要进一步优化合作结构，稳步推进经贸、投资、农业、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以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深化人文交流，不断增强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 提升合作质量效益。会晤后，两国总理签署了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并共同见证签署相关合作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教育、科技、化工、绿色建造、海上搜救、跨境货物运输、便利公民往来等领域合作文件。 分析指，这些合作文件的签署不仅体现了中俄两国在务实合作上的坚定决心，更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报中指出，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和持续增长的压力，中俄各领域经贸合作仍保持高水平发展。2023年，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提前实现两国元首确定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务实合作重要领域取得积极成果。 当地时间22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哈里斯正式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此前一天，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沃尔兹也已经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本次民主党大会上，奥巴马、克林顿等党内大佬亮相助阵。而同一天，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枪击事件后的首场户外竞选活动，与民主党打对台。 哈里斯接受提名，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2号是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哈里斯在大会的最后一页登场，接受该党提名，竞选总统。To our President Joe Biden, when I think about the path that we have traveled together, Joe, I am filled with gratitude. Your record is extraordinary, as history will show. 此前一天，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沃尔兹已经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It's the honor of my life to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现年60岁的沃尔兹在获得哈里斯的推举前，并不为美国民众所熟知。有分析认为，在其10分钟的演讲中，沃尔兹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向美国民众做自我介绍，二是阐明竞选阵营的核心信息。当晚的另一大亮点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场助阵。现年78岁的克林顿已满头白发，但这并不阻碍他为民主党再出一份力。不过，克林顿在演讲期间不时停顿，左手还会轻微颤抖，甚至2度说错哈里斯的名字。So in 2024, we got a pretty clear choice, it seems to me. Kamala Harris for the people, and the other guy who's proved even more than the first go-around that he's about me, myself, and I.
I know which one I like better for our country. 此外，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及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等多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都现身撑场。而前一天还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竞选集会的哈里斯，也在21号赶回芝加哥现场。在民主党大会开幕前一天，哈里斯和沃尔兹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巴士巡游时，乘坐了不同寻常的巴士。这辆巴士正是美国特勤局定制的强化装甲防护的地面部队1号装甲巴士，在竞选活动中罕见亮相。据公开资料显示，地面部队1号装甲巴士于2011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的第1任期内首次投入使用，外观非常独特。从哈里斯和沃尔兹在宾州的竞选活动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关键特征，包括厚厚的装甲玻璃、加固的主门、顶部的卫星通信电线和空调装置，以及前后的红蓝警灯。据悉，每辆巴士的总采购成本约为110万美元。外界注意到，地面部队1号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特朗普和彭斯竞选团队也曾在2020年乘坐地面部队1号，但在宾州农村地区行驶时发生轻微事故。由于在竞选期间，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也仍然需要履行其行政职责，他们必须能够随时使用安全的通信线路。已知地面部队1号的改装中包括强大的安全通信套件、装甲和其他防御措施。在民主党大会上备受关注的奥巴马，在演讲中除了猛烈抨击特朗普的政策，还嘲讽式地模仿了特朗普的标志性动作，引发全场大笑。 There's the childish nicknames, the crazy conspiracy theories, this weird obsession with crowd sizes. 不过，面对奥巴马的模仿，特朗普却出人意料地称自己还挺喜欢他的。 Well, I thought he was a terrible president. He didn't do the job. I like him. I think he's a nice gentleman.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期间，大批美国民众走上芝加哥街头，抗议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的不满。抗议者要求美国政府尽快促成停火协议，推动本轮巴以冲突尽早结束。 is to tell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tell the DNC, not in our name, not with our tax dollars, not with U.S.-made weapons. Enough is enough. An arms embargo must be imposed. We need a ceasefire in the Middle East. We need a ceasefire to stop the killing of the children. 8月21号，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特朗普在枪击案后首次出现在户外集会，并在防弹玻璃后面发表讲话。特朗普嘲讽民主党患上了特朗普精神错乱症，原因正是奥巴马夫妇在演讲中多次讽刺他。 They always say, "Sure, please stick to policy, don't get personal," and yet they're getting personal all night long. These people. 为了保证特朗普的安全，这场竞选集会的讲台上特地架有防弹玻璃。演讲结束后，特朗普走出防弹玻璃，与一位集会参与者互动。据报道，竞选集会附近的建筑物上部署了多名狙击手。在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结束演讲后，警方在集会现场附近还发现了武器，一名男子被捕。 另一方面，在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自带庞大粉丝群体的明星为谁站台也备受外界关注。为此，特朗普亲自下场制造噱头。日前，特朗普发布一组宣称美国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及其歌迷支持特朗普的图片，并欣然表示“我接受”。然而，尴尬的是，多名斯威夫特的粉丝指控特朗普发布的多张照片似乎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伪造图。值得一提的是，斯威夫特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曾公开出面支持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并在一封公开声明中抨击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反移民政策。中共中央22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主持座谈会。习近平强调，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第2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功勋彪炳史册，永立后人。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习近平指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和推动香港、澳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更好发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定不移反对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进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蔡奇在主持会议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指导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库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的地区局势举行会议。普京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试图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俄方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此事。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Противник пытался сегодня наносить ночью удары по атомной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но. Они обещают сами приехать, прислать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для оценки ситуации.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это будет с их стороны сделано. 普京当天召开会议表示，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此事，该机构承诺派专家前往现场对情况进行评估。俄方希望他们能够成行。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说，库尔斯克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对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核电站附近的军事活动对核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计划在下周访问期间亲自到现场评估情况。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报道，俄军从乌克兰被扣押人员手里缴获的文件显示，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州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库尔斯克核电站。战况方面，俄罗斯南部高加索港22号遭到乌克兰的导弹袭击。一艘载有油罐的轮渡被击中沉没，17名船员获救，还有1人下落不明。俄罗斯交通部表示，港口局势在控制之中，工作人员已被疏散到港口外围，当地紧急情况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泽连斯基发布消息称，他考察了乌克兰北部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接壤的苏梅州，并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等开了会。听取了瑟尔斯基关于前线形势的汇报。瑟尔斯基表示，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又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此外还俘获了一些俄军士兵。就在俄乌冲突激烈之际，印度总理莫迪抵达波兰华沙，并将历史性访问乌克兰。22号，莫迪与波兰总统杜达、总理图斯克举行会谈。ये युद्ध का युग नहीं है, इसलिए भारत डिप्लोमेसी और डायलॉग पर बल दे रहा है。
舆论认为，波兰是北约的一员，也是乌克兰危机的前线国家。莫迪此时访问波兰，凸显印度寻求扩大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并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结束波兰之行后，莫迪将于23号乘火车前往乌克兰进行访问，预计停留几小时后再乘火车返回波兰。这不仅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莫迪首次访乌，也是印乌两国建交超过30年来印度总理对乌克兰的首访。在访乌期间，莫迪预计将与泽连斯基会面，并就双边关系的全部内容进行讨论，包括经济关系、基础设施和国防。莫迪称，他将与乌方就解决俄乌问题分享看法。分析认为，莫迪在访俄招致乌克兰和美西方非议后，展现灵活身段。此次访乌，一为平衡外交，二为推动促和，三为务实合作，凸显印方希望在时局变化之际不缺位，发挥南亚大国影响力。印度的外交部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显示是为了俄乌局势和平这个劝和促谈而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7月份莫迪刚刚访问了俄罗斯，那么此时刚过了1个月，又要访问乌克兰，这个莫迪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用意可以说是雨露均沾，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库尔斯克这个战局不稳定的时间点上，莫迪想取得实际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日本和印度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认推进军事合作。日印还抱团渲染所谓中国海上扩张论。此次对话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日本同意紧速协调出口名为“独角兽”的舰载雷达系统到印度。印度武器万国造，核心装备一直靠购买，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很多。日印双方20号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合作，以及推进安保合作，包括修订两国2008年签署的安保共同宣言等。对话期间，双方还讨论了推进日本自卫队与印度军队联合训练的问题。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还会见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莫迪表示，印度与日本的伙伴关系是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并呼吁双方在关键矿产、半导体和国防制造领域加强合作。这是时隔2年，日印重启2+2对话。印度只与少数国家建立了2+2对话机制，除日本外，还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俄罗斯。当然，日本的着眼点肯定是说，我尽可能的卖装备，是吧？但是呢，他为了迎合印度，其实是可以在技术转让方面做出一些让步的。所以我觉得两国未来确实有这方面的合作空间吧。那么这样的合作呢，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它会增大对印度的影响力，或者说提高日本的这种军工大国的形象。从印度的角度来说呢，确实可以借着日本的技术，然后在国防工业领域呢，能够就是做得比现在更好，增强它的独立性。日印还打着中国威胁的旗号，在对话期间谈论所谓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海洋自信，并借此确认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及推进美日印澳4国在4边机制框架下的合作。日本和印度抱团的背后，隐藏着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险恶用心。日本替川和平财团高级研究员渡部恒雄21号在社交平台评论认为，日印扩大防务装备技术转让和联合训练取得进展，不仅有利于两国防务和印太地区安保，对美国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已无法维持中东和欧洲的2场战争，也无法将力量集中于印太地区，因此美国盟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日本之所以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因为日本面临着与美国关系恶化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阿图尔·科利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深受其与美国密切关系的影响，因此日本也感受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态度的潜在变化。尤其是在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背景下，因此日本应为美国的孤立主义转向做好准备。在地区层面，日本还要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提供核保护伞。
此次日印2+2对话最值得关注的一项内容是，双方同意尽速协调从日本出口舰艇用通信天线到印度。正在考虑出口的天线系统被称为独角兽，是一种舰载雷达系统，它集中多个天线到一套系统，得以缩小体积且有助于隐形，可在低空近海发现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独角兽天线系统由日本企业开发，已被安装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上级护卫舰上。如果日方确定出口这套天线系统到印度，将是根据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继出口防空雷达系统给菲律宾后，第2次出口成套武器设备。事实上，关于独角兽系统的双边谈判，日印已经进行了数年。一名官员表示，印度倾向于引进有限数量的此类系统，并进行技术转让，以提高军舰的隐身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的军工产品在印度很有市场，但多元化采购也让印度的武器保障体系变得更为杂乱，这在战时将成为致命弱点。印度现在也自己在造什么驱逐舰啊、护卫舰啊。那他要想隐身的话，确实需要一款这样比较先进的，所谓的叫独角兽天线。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印度呢看重的不仅仅是独角兽这个装备本身，它实际上是想得到技术，他们想最终实现呢在印度自己生产。因为毕竟是尖端的技术，他愿不愿意转让给印度？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不确定因素。虽然莫迪近年来提出印度制造的武器国产化和国防工业自主化计划，但由于本身缺乏技术能力以及基础工业落后，印度关键武器装备仍然是万国造。装备来自10几个国家。以号称印度国产航母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为例，它的大部分核心装备都依靠进口，包括美国提供的燃气轮机和拦阻索，俄罗斯的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未来还将替换为法国阵风 M 舰载战斗机。防空导弹和雷达则来自以色列。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些国家中断相关的技术支持，将严重影响印度航母的战备能力。印度武器万国造不仅让印军后勤部门疲于应对，也让其武器面临互通困境。印度最普通的步枪就有至少6个口径，印度本国为这些步枪生产合格子弹都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各国表面上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展现出积极配合印度制造的姿态，但实际上仍拒绝分享核心技术。例如，印度卡尔瓦里级常规潜艇虽实现95%的国产化，但缺少的5%正是该级潜艇的核心技术。